不少地方的房贷利率悄悄上调了，有的地方甚至不是第一次上调。比如杭州，不管是买第一套房还是第二套房，贷款利率都有所上升，而且距离上一次调整并没多久。这利率一变动，如果你打算在杭州的黄金地段买一套价值300万的老房子，选择30年的等额本息还款方式，每月的还款额就会增加323元，累积下来，总利息要多出11万以上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。而且这股风潮不仅限于杭州、广州、南京、武汉、厦门等城市也在跟进。那么为什么房贷利率会上调呢？这里面银行有自己的考量。要知道，利息对银行来说是直接的利润来源。之前一段时间，全国楼市的首套房贷利率低得惊人，有的地方甚至降到了 2.65%， 创下了历史新低。这种低利率的竞争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非理性行为，就像大家在抢生一样，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。而且这么低的利率，银行也承受不了。从全国数据来看，2024年第3季度全国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仅为 1.53%。如果5年期以上的房贷利率低于 3%， 银行每发放一笔这样的贷款，都需要总行对支行进行补贴，再加上税收和风险计提等成本，根本就无法覆盖。因此，银行迫切需要上调利率，让房贷市场回归到一个更加合理的水平。再说说这房子的成交量吧，也有不小的变化呢。就拿深圳来说，那市场热度简直是爆棚。根据乐友家研究中心的最新数据，深圳11月份二手房的网签量居然有7125套，比上个月涨了 16.5%， 这可是近4年来的最高点。新房市场也是火热，11月新房预售网签量达到了8076套，环比增长了 94.5%， 在近4年里仅次于2021年1月，排名第2。不只是深圳，全国的新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在连续下滑15个月后，终于迎来了正增长。二手房网签成交量也是在连续8个月下降后，首次出现了正增长。就连往年的金九银十都变了，今年10月的楼市成交首次超过了9月，看起来楼市似乎有了回暖的迹象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咱们得深入分析一下。就拿房价来说，10月份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有8个城市环比上涨，包括北京、重庆、厦门、成都、杭州、上海、深圳、武汉这些大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涨幅。但是官方发布的2024年1到10月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显示，大部分指标如房地产开发投资、房屋施工、新房销售、房屋竣工面积、新房销售额都下降了2-3成。只有一个指标逆势上涨，那就是商品房待售面积，尤其是住宅待售面积增长了 19.6%。现在商品房待售面积已经接近 7.3 万一平米，快赶上2016年的历史高位 7.39 万一平米了。库存一直在增加，这房价能稳得住吗？这还真是让人心里没底。再看看租售比，就拿一线城市来说吧，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回报率大约是 1.79%， 二线城市稍高，能达到 2%， 3、4线城市更是高达 2.57%。 拿上海来说，它的租售比长期徘徊在 1.5% 左右。虽然最近房价有所下降，市中心的一些老房子看起来更值钱了，租售比偶尔能接近甚至超过 2%， 但大多数老房子的租售比还是低于 1.5%。 有趣的是，上海的房产租售比竟然还不如中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。简单来说，国债收益率就是你把钱借给国家，国家给你的利息。根据财联社的最新报道，10年期中国国债的活跃券利率已经跌破 2%， 现在是 1.9995%。 这无风险的收益都这么低了，楼市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。有些人觉得楼市一旦止跌就会迅速回暖，这是靠谱不靠谱？咱们真得好好想想。而且呀，说到这楼市情况，咱们不妨也看看国际上的情况。就拿日本来说，最近的情况挺有意思的。中国这边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跌破了 2%， 而日本那边却突破了 2%。 到了2024年12月，这两个国家的无风险利率出现了历史上的首次交叉。更早之前，
中日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有过交汇。这么一对比，有些朋友就觉得，在国内楼市前景不明朗的时候，投资日本的房产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比如东京核心区域的那些高楼大厦，或者是大阪的独立民宿，租金收益率普遍在4%到6%之间，这可是相当可观的保值增值资产。这么一看，国内的楼市现状确实让人有些犹豫，未来会怎么发展，还真是个未知数。唠了这么多楼市的事，这楼市现在看着好像有了点变化，可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筑底，能不能持续向好，咱心里还真没个准呢。之前那些买房的主力军呀，现在大多是卖掉旧的换新的，真正手里还有购房能力的买家已经不多了，楼市又到了让人犹豫不决的阶段。